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哦。那今天的占卜呢是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这个占卜是不限时的，那随时都可以再回来看这一次的占卜内容。那眼前有3副牌组，从左至右是我们的第1副、第2副、第3副，如果选择好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到我们的解牌环节咯。Hello， 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指示牌卡哦。那我有另外额外的帮你们抽出一张牌卡，那这个是象征说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你们所需要期待的一个频率也好，以及你们本身就是拥有这个频率与机会哦。好，这张牌卡呢是象征着说发光的结果，以及清晰的看到全貌，这将是你们未来3个月会拥有的一个频率讯息哦。那以及呢，会有一些新的点子或者是新的机会到你的眼前，你可以去信任你的直觉，以及你觉得可以执行的层面。未来的这些事件的来临啊，它无论是新的挑战还是你渴望已久的事情，你一定是可以把它突破的完美的，以及呢，这件事情的全貌会让你看清楚你可以怎样执行之外，你也会让这样子的结果发光发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灯泡是点燃的，它也是很安全的，你会很轻易的，或者是说你可以放心的让自己的脸颊凑近这个光芒，也不会觉得它会伤害到你。所以你是运用得当这样子的能量，并且好好的去安排你所进行的内容。好，这也是一个给到我们第1副牌组的一个祝福，希望你们可以期待这样子有信心的能量去迎接未来的发展与突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我们塔罗牌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1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第1张是权杖国王。我们第1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很好，世界牌、权杖10、隐士牌。未来3个月，我们第1副牌组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很好欸，钱币侍从的正位哦。我们第1副牌组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我会感觉到未来3个月势必有一件事情或者是多重的事件会来临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件事情呢，它会是需要你反复的去观看或者是审视的，你其实会把每一样细节都做得很好，那它也代表说你在未来这3个月会具备比较细心的层面，就是有一种粗中带细的这种状态，你会在富有动力以及热情的这种执行力底下呢，很豪迈的去做，很勇敢的去执行之外，你也会在这样子的层面细心的把持好每一个应该要注意的原则。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未来3个月啊，无论是你想要彰显的名声，或者是希望带来的一个结果状态，它会是慢慢的完成的，而且是一个妥善进行的完成。因为我相信你是具备一个拥有自己原则以及你的安排性是非常妥当的情形底下，你会依靠你的智慧和直觉做出最好的决定哦。那这里面当然也是包含说这3个月啊会是比较忙碌的状态，那你要相信哦，未来这3个月最后是你会获得你希望得到的局面，你会很开心哦。因为我们的钱币侍从在这边也是象征一种回归年轻啊，或者是一种很雀跃的心情。那他手上呵护着这个金币呢，也是你现在正在完成的，或者是想要追求的一个局面，会是一个你小心呵护的状态，会被你照顾妥当。我会感受到这一切的能量其实是很美好的，
它真的是像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你会看清楚所有的局面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一种很让你发光发热的状态。你现在正在执行一个你热爱的事情，热爱的一个项目上面，这件事情会很妥当的安排你也用你的智慧还有各种的能力，你也会察觉到周围有很多的帮忙，会让你一步一步达到成功。里面的确要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在这3个月的突破呢，是你需要在这种忙碌的情形底下好好看清楚你要前行的一个状态，前行的路途到底要怎么样子去规划。里面会有一个权杖十在这里是需要去意识到的，因为在这张牌卡底下呢，他会知道自己要前往的方向，可是却容易忽略他要去如何进行，如何安排，他可不可以更全面的感受到呢？那以及这10根权杖在这3个月是需要好好的去理顺的，因为在这3个月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让你感受到挑战的事物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也许是家庭的一个状态，就是你需要去安排家庭的一些小细节，以及工作上面的小细节，以及人际上面的小细节，所以就是各方面你会感觉到一起出现的这种情形。所以呢，在这3个月是需要好好的去意识到你应该可以怎么做，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好消息是说，这3个月你会安排得很好，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可以怎样进行了。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消息是说，你在这3个月的一个能量是非常充足，因为在权杖国王这边你们是可以拿出一种很旺盛的精神力去迎战这些状态的，而且隔壁就是我们的世界牌，所以就是有一种来吧，我一切都可以去 handle 住的那种魄力，你们是拥有的。对，只是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里面也是有隐士牌在这边去依托你，所以或许在多方的精神轰炸或者是体力的一种挑战，要去迎战这样子体力活或者是精神的一个安排底下呢，你会在用你的智慧去把可以执行的慢慢的梳理。所以其实在这3个月他给你的成果是很丰硕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在这3个月可能有很多时间是需要安排得当，因为你可能会占用到你的休息时间，有些朋友会在这3个月需要去熬夜的情形，让你才放得下心，可以去把一些事情给更顺利的调整好。那你就是要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一切这3个月的一个状况会是一个未来你会很有一种向往，或者是说在这3个月的一个前景你是能把握住的这一切的一种结果呢，它是一个会被完成的，然后你已经明白说这个前景它是要怎么样子安排，所以你是朝着你呵护的梦想慢慢前进，然后好好的妥善对待它的，它也会被好好的对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钱币8，节制牌，教皇牌皇帝牌。好，这是这副塔罗牌的一个额外的一张牌卡好，这张牌卡叫做艺术家。我们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呢？会感觉到其实在自己的本身想象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们本来的规划就可以规划得很好，但是呢，在感受到这个能量，会感觉到为了要成就你，其实在
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前来，它会让你去谱上你自己人生的丰富色彩。所以在这边最后是一个 artist， 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哦。隔壁是我们的皇帝牌，再加上另外一张大牌节制牌，在这3张牌卡底下呢，会知道说有一些新的道路开启了。这个新的道路是你没看过的风景，你想要去好好体验的状态。因为这个没看过的风景，所以就会势必让你要去思考，用你的智慧来去判断说如何调节它会是最佳的状态。那我会感受到啊，你会想要在这样子的新的局面当中重新达到自己的，可能也许要订立一个 SOP， 或者是说你想要怎样子去规划。那这是皇帝牌本身具备的一种稳定性，会被你安排得当。我也会感觉到里面也有教皇牌的一个能量哦，所以在这样子的能量底下呢，会感受到你在这样子的变化当中逐渐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呢的确名声会越来越彰显哦。在这样子的变化当中，会给你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我会觉得是很稳妥的工作在进行。而部分朋友是有副业或斜杠，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去让自己的门面拿出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存在。那部分朋友也许也有自媒体的状态，自媒体的工作。那你在这3个月会将你的影响力扩张哦。小部分的朋友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新的事件、新的局面，会让你成为你自己，会让你重新的定义出你自己的可能性。那你会在这样子新的局面得到里面的礼物，所以这个新的局面是一个惊喜哦。你会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呢，很稳妥自己的价值，以及看见很多新的可能。那你会在这里面得到很多新的智慧，那去把很多可以做到的层面做得更好。你会去补足你没有调节好的部分，但是也会把一些新的礼物、新的所开启的道路好好的享受在里面。所以里面还有一个讯息是包含我们第一副牌组也是有见证人的这种状态，一种见证很多新的局面发展的情形。所以也许你是在里面当一个旁观者，看到一个新的趋势产生了，那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对，你的见证会让你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把握住这个机遇，得到一些新的可能性，会觉得有一种显化的感觉，就是从零然后冒出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它是充满想象的，它可能不是现今的一个世界所期待的成就状态，不是用我们固有思维去看见的一个风景，而是它是一个新的局面，很像一个奇异点。对，你会去见证这个奇异点，在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会运用到这个奇异点，得到红利，时代的红利，会感受到这个。所以这在里面呢，它包含的也是需要你抬头看一下窗外的风景，才能去意识到你可以去做调节，你可以去跟这个新的奇异点或者新的局面去做融合。我们的节制牌就是水倒来倒去嘛，然后最后你的皇帝牌是有掌握住某些权柄的，所以你会去得到某些权柄，就看你这3个月能不能去意识到这个新的红利的发展。在这3个月有新的惊喜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把它看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有讲说你得到一个新机会哦，这是一个新的机遇，好好去把握住它。那有可能只有少数的人发现而已，那你需要去跳跃出来，走出一个新的路，的确会有点困难。因为部分的朋友呢，在走一个新的路的确没有
过往的经验，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先开启的。那也有少数朋友是真的在进行一个新的产业，新的一个计划，你们会做得很好，会把这个红利啊，或者是把这个机会牢牢的呵护在手上，它会是慢慢的发展的，在未来这3个月的一个发展性是很具备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的3个月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又是一张节制牌。好，钱币皇后，圣杯3。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宝剑国王，又是妥妥的丰盛组哦。我们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啊，的确就是因为要去涵盖的事情或事物项目其实是蛮繁重而且蛮多的，但是你会调节得很好哦。我们的节制牌在这边啊，它就是在运用自己的一个逻辑性或是聪明才智，还有物质与内在的一种交替，来去显化你在3D 世界的一个丰盛状态。所以你的内在呢，其实被你调节得很好了，很多事情是被你给放下来，好，可以去迎接一些新的挑战，以及迎接一个新的能量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圈当中，会感受到啊，这种不断杯子交替的这个流动性是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哦。那在这未来3个月呢，会感觉到你不断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把一些事情 handle 住，以及呢，你会调节得很好，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你都很清楚。我会感受到一些欢乐的气氛哦，所以在这3个月当中，疲惫或者是忙碌当然是有，但是是开心的忙碌，这是我们第一副牌组真的很开心的状态，它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能量体现哦，因为你能看得到前景，并且我会感觉到物质的丰收，物质的丰盛，一点一点的看到自己赚钱的状态，然后一点一点的累积人脉，而且是新的人脉也有，然后旧的人脉也被稳固，我们就不会去看到就是你在过往的一些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组就好好把握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体现哦，我们不要往过去回顾了，因为牌卡也没有这样子呈现，所以也代表说你们是很能去分清楚状态的人，会想要往未来去进行了，当下来去把握住，好好的把握住当下的一个资源，来去创造新的可能。这是我在你们的牌卡之中所看见的，非常有创造力，往未来去进行的这种状态，积极性也是有的哦。那以及呢，我会感受到在未来3个月啊，很多交际也是会出现哦，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你会去扩展新的圈层，不见得会继续合作，但是一定会有适合的伙伴在其中，所以这个圈层呢，有点像是在扩张的一个情形底下，你会去筛选可以使用的资源，那无论是人脉，还是我们的合作机会，还是我们的各种的一个项目，你都会知道该怎么样子去进行。那你真的是会在这3个月啊，感受到钱财进账的感受，那以及会把自己的家务打理好哦。只要你可以去维持住自己的基本的使用吗？只要你可以顾好你自己的一个舒适圈，或者是说你的一个基本状态，很像说先安内再攘外的这种情形哦，你的好运是不断的前来的，你很明白你要怎么样子去规划好你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感受到第一副牌组的这个积极性的能量，以及就是很稳妥的这种进行，因为你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在这3个月也有很多可以去发光发热的机会，
在外头表现出你的能力，然后你在人际上面游刃有余的这一块，你在这其中呢，其实思维方面以及你的口条方面，其实是很惊艳众人的。他们其实心里都会默默的觉得说，哇，你的口条啊，或者是你的说话方式给予的能量是这么的清晰，让人感觉到好可靠的这种能量状态。所以其实在周围的人也是有仰慕你的这种能量存在哦，就是很仰慕你，很感觉到很可靠的大哥哥大姐姐哦。那以及呢，在未来这3个月，你势必会让自己的一个名声再传递出去，以及你势必会让自己的一种所做的事情可以很有效的回报到自己身上，会是一个很稳妥丰盛的状态，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哦。在这3个月，家的能量，家的这个符号对你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钱币皇后和钱币石在这里，还有其他对，就是在这边呢，它会是需要你去巩固好自己一个家的一个精神状态。那你的精神状态好的话呢，你给予出去的能量就会不断的扩张，而且是那种源源不绝的一个精力啊，可以去扩散出去，让好的能量回流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好好的休息，你的能量场是需要去意识到的。那也代表说在这3个月内呢，要好好的多休息，多喝水。对，在这几张牌里面是有具备要多喝水的一个讯号哦，所以在这3个月要把自己的精神给去照顾到好的话，你就可以更在外面去奔驰沙场的时候呢，把很多的事情都顾全到好，那有一些事情都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哦，就是会避免掉你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的脑袋在这样子的牌面下是很清晰的哦，这也是需要你的努力啦，所以要好好照顾好自己。那接下来我再看下一副牌卡，我来看我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我们第一副牌组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钥匙，女性，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山，太阳，小鸟，很好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确会有需要去横越的困难以及挑战。在这边呢，我们要慢慢的爬山，然后翻山越岭，然后把这些困难给去克服掉。那里面的好消息是说，其实真的很对应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你隔壁就是一个太阳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担心的部分。你可以相信哦，这些困难呢，都会有一个太阳为你去照耀整条路，所以你是可以很顺畅的那个把很多事情搞定的。那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相助，或者是有贵人来帮忙，或者是说你遇到一个蛮重要的女性哦，这3个月会有一个得力助手或者是贵人来相助，为你解答你所困扰的事情。对，以及呢这3个月的发展，其实很多事情会迎刃而解，你会找到问题的一个解答，问题的钥匙。钥匙在这边就是可以把很多困难都解除掉。在这副牌卡里面是其实很多好运的，你们可以大胆前进，然后去相信很多可能性发生。那以及我们最后的鸟这一张牌呢，会感觉到因为跟太阳并临，所以是你的好名声被传播出去了。一旦你把这样子的困难给突破，然后你的名声就得以被大家所夸赞，或者是你是会被大家赞扬的。所以在这3个月的发展是可以被期待的哦，很多事情是很顺利的。
就是有一种你必须得撑过，或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信念，这个意志力是需要的哦。所以你要好好去规划你的时间，规划你的 SOP。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是有智慧像隐士牌这样子把很多事情给搞定，然后安排得当的，那未来你的一个人际圈啊也会很正向，你所遇到的一些人都会是很正向很积极，以及给予你好的建议的这样子的人哦，他们不会是说那种干话啊，或者是只是随便说说然后不做事情的人。你之后遇到的人都是会比较符合帮你去解决困难，或者是说给出良好建议的人。所以其实很多好的能量都在你的生活圈了，其实会感觉到第一副牌组正在迎接一个新的能量场哦，然后去拓展一些新的可能性，就像这张我们指示牌卡一样，看着这个机会点亮了。所以一切的道路呢都是崭新的，而且闪闪发光的，或者是有太阳照耀指引你前进的哦。那一切能量都很顺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下一副牌卡，我们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好，方块 Q、 梅花 K、 黑桃5、红心9、梅花 Q。 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能量真的很好哦，就是会感觉到啊，如果你在这3个月内啊可以好好把真的就是家务给搞定的话呢，其实你会更安心的去在外把一些事情也处理得很好，那会感觉到家人支持的能量具备之外呢，你也会获得在外面所有的朋友的支持，会有死忠以及很挺你的朋友在你身边，那你真的也会遇到很好的建议哦，很好的有利人士的帮助，来去帮你解决掉一些不需要的困难，需要结束的局面，你都会去把它妥善的处理哦。譬如说可能之前财务上面的困难，或者是说你需要去解决掉某一些不需要再看见到的事情了，你都会好好的因为这个医生的帮忙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建议来去帮你做出更好的决断，那其实未来是越发展越好的局面，那周围有很好的朋友在你身边去照料你，并且给予你支持哦。那我们的红心9在这里呢，也代表着说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心想事成的，下面刚好又是太阳的牌卡，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你心里想要什么就可以拥有什么的局面哦，心想事成在这一副牌卡里面体现。以及我们梅花 Q 呢，在这里是代表说会遇见新的人、新的能量，那新的机会，以及你会感受到你遇到的一些新的能量，就像刚才说的，所以能量是有重复的哦，就是你遇到的这些新的人都是很对平的，都是有帮助于你的，可以帮助到你的，那他给的意见、给的想法、给的能量都是往一个积极层面进行的哦，那是非常好的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我们最后来看我们茶叶牌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呢？对，充满爱，很对应我们一开始的指示牌卡哦 Love 这一张，爱心、深情与关怀，你周围是充满爱的高能量。猫头鹰，对，来自智者的好建议，来自专业人士的好建议，就像我们的这2张牌卡哦，刚才的 Doctor 就是医生跟钥匙，我们的猫头鹰呢在这边又是重复的讯息，所以在这3个月一定会有人帮你来去摆脱一些困境，或是一些危机，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困难的事件，会有专业人士相对应的一些知识会来支援到你。好，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对，又是钥匙哦，
成功解决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受到高度的重视。你在做的这个项目啊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带子重要的事物，例如新工作或加薪。有部分朋友真的有加薪我会感觉到你们这副牌组的钱也是很多的，可以累积钱财。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呢？迎接好运幸福，遗传财富透过继承遗产、奖金或意外之财所获得的金钱与财产。那在这副牌组的朋友会有一笔钱进账，有一些事情呢可以顺利的进行，有这一笔钱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或者是说你会得到意外之财。在这一方面呢，会感觉到未来的一个发展与突破绝对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状态你可以好好的去构思，然后大胆的想象。你在这一段时间要务必意识到自己的能量频率，如果有感受到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感觉，要记得往内看，去察觉到这些感受，并不是要跟你说赶快把负面感觉把它丢掉，不是的，是趁这个机会好好去看这些信念感带给你的限制与影响，你去接受了，反而你的一个频率才会回来。当然如果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烦躁的情绪也许不是你的，那你就让自己可以透透气，然后去别的地方。但是我相信第一副牌组是很成熟的，你们已经见过大风大浪，接着这个挑战也不过是小 case 而已，好运还有一些美好的生活其实你们都可以把握住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指示牌卡这张牌卡是说有什么东西被装起来了。那我在之前呢有先抽一张牌卡，是你们的一个对应的能量，以及就是在诉说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跟什么有关联他要告诉你的讯息是说，其实你正在被装起来的就是美丽跟成长美丽跟成长是在你周围的，要好好珍惜它所以也代表说有什么美丽和成长的事物是正准备要给你包装起来的，那你是可以好好去珍藏这些经验，然后让自己大为提升的状态。未来这3个月它会是以一个呈现美丽的发展来进行的所以它也象征说我们可能在植物的这一块它是需要成长的，它是需要养分的，在这3个月内呢，你的那种养分是非常充足，所以可以好好把握这3个月所带给你的一切滋养，甚至说你要视一切来临的所有的状态都是滋养，所有一切呈现在你身上的都是让你成长的。如果你抱持这样子的信念的话，你就可以去把很多东西可以装瓶让它收集起来。所以不仅仅是说你在面对的这些事情是也许有挑战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它都会化作一个智慧，那以及更深层的一个层次让你提升你是会在这个3个月发展的非常的蓬勃，会感觉到这个瓶子会装满很多很多样性、很缤纷、很美满的色彩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宝剑女王，好，死神牌的逆位。未来3个月第2副牌组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教皇牌，好，宝剑5，
权杖8。我们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会感觉到啊，你有些事情是彻底的脱离一个束缚哦。那未来这3个月会有很多事情很快速的发展，那你也会在某一样的状态之下呢，你会获得胜利。这个获得胜利比较是在于说，你用更高智慧来去脱离了某种架构，尤其是你不会再有一种随之起舞或者是被别人操作的这种情形哦，你会活出自己的状态，对，所以就是一种可以胜任很多事情的一种情形。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就是有一些当机立断，以及用清晰的思维去面对所有的事情。那你会知道说，有些东西要装在这个瓶子，有些东西你不要装在这个瓶子，就是你会分辨得很清楚，以及呢，就是不会留有其他的余地，就是真的是断舍离非常的干脆。有些事情啊，它是很标准的，或者是它很有目标性的，可以直直的往前，以及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非常的快速明朗化，以及会让你知道说，有一种直线抵达的感受。对，所以有些事物呢，其实是真的彻底的去代谢掉它，你会用一个更宽容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呢，你不是在二元对立哦。虽然它这种有胜负的这个意味，但是在教皇牌的这个旁边哦，会意识到，会让我感受到说，第2副牌组的朋友其实是用更高智慧来去看待你现在进行的各种项目。对，只是说他的状态是你会优于其他人，更提早一步的抵达到终点。这3张牌的意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对，然后你是很确定的确定说我就是要这么执行。所以在我们的一开始宝剑女王到最后的权杖8，它是如此的明快的节奏，让你知道这3个月必须得做些什么事情。它会面临到一些事情是说要让你断舍离的可能，以及说可能在人际生活上面或者是习惯上面，你会用一种自己的方式来去表达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明灯，或者是说你会成为你自己的一把钥匙，确定说为什么你要这么执行。你不是为了其他人去成为他们想要心目中的那个样貌，你会知道说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选择，你可以怎么样子去执行，然后你不会觉得说这样子对世界来说就是不好的。我觉得相反的是，你拥有自己的原则，所以你交代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所以你更明白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因此呢，会感受到这个优于其他人的这个早一步的感受是来自于这样子的状态。你提前的不内耗，你提前的意识到自己就是要这么做，那它就会为你的心理带来一个很强的力量感，可以引领你去做出正确的决断以及不后悔的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宝剑骑士。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女王牌，圣杯7。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好，力量牌。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来自于说，你可以获得你的丰收，但在那之前，你可能会在这3个月疑惑你要怎么样子去前进。因为在这样子的牌卡能量底下呢，会是说在这3个月可能有很多新的变化性
在你生活中体现，也或许让你感受到这3个月有太多机会可以选择了，有各种的一种可能性让你要去抉择。那刚才就有讲到我们的上一副牌卡它就是有体现说你会确定的很明确说怎么样子去直接舍弃掉你不需要的。但是在第2副牌组，就是这一副牌卡里面呢，让我们知道说你会察觉到你真实想要前进的目标，一旦你确定了，那就是收获美满的一个生活。你所之前遭遇或者是经历的这些困境或者是经历呢，它都是会迎来一个美满的收获。那你总算会可以去理解到说这些困难都在你的身后了。因此呢，在这3个月有很多事情是要你去迅速去决定的。这3个月内呢，会有很多事情是蛮关键的，然后它的发展来自于你要很快速的去决定要不要这么做。你当然要信任你自己的直觉以及你自己的判断。我会感受到在女王牌在这边它是可以让你享受生活，活出自己的美好的那以及呢，力量牌在这里也是象征着说你是具备你的能量和力量的。你可以好好的去跳脱出之前的选择，你应该要跳脱出来，你要好好的去回归你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回归自己的内心是格外重要。什么是你特别需要的，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列出你的梦想清单，假设你列了10个，你就要开始去删除，留下来的最后3个和最后1个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就会知道你要先执行这件事情。那以及呢，在未来3个月的一些发展与突破，我感受到少部分的朋友会在人际上面突破出来，就是有关人际方面的一个困扰，你会有所发展，会突破这件事情。那也意味着说你对你自己的定位，你会找到你自己。这一块的话，比较象征说在第2副牌组的朋友，也许你现在身处一种困扰，来自于其他人怎么想你，你想要去解释，你想要去证明。但是呢，牌卡在这边呢，会提醒到你说，你以后都不用再证明些什么。不是说他们突然想通，而是你突然想通。你可以去意识到说，你不被其他人束缚，而你重新拿回自由自在的那个自己。你去重新整合你自己的一个状态，还包含是说原来你可以跟自己的情绪共处所以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我会感受到你自己的心智和意志力也会有所成长。你真正的成长或者是真正得到的那个丰收，来自于你能内化了，你能跟自己有一个重新的整合，你不再去跟外在有过深的这种内耗的纠葛或纠缠。对，这些纠结都不会在你身上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一种从内在改革，然后革新，影响到你外在生活的。你的外在生活其实节奏也会变得很快，那你可以好好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和需要被看见的一些欲望和曾经的一些课题好好关照到它，最后它会是盛放了很多花朵等你采收的这张皇后牌也跟我们的这一张指示牌卡很像，说美丽跟成长正在你的周围，所以你要去好好珍惜它这也是我们的皇后牌的能量。也是有花环然后也有周围都有花瓣在这边。对，所以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正在去将自己活出更美丽的样貌，还有你们的成长是在这3个月可以预期发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好，圣杯侍从，宝剑2，
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未来的发展与突破。好，权杖女王，皇帝牌。我们第二副牌组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星星牌很好哦。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牌卡在这边要提醒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回到自己身上，记起自己原本的样子，记起你还抱有初心的那个样子样貌，你是可以重回你的青春状态的。会感受到在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你会重新找到很有热情的自己，你会重新做回一个完整的自己，然后喜欢的样貌，你会变得很有魅力，很有主导性，很有领导能力。在这3个月有太多事件会让你选择了，会去抉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你停下来思考你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对，但是会感受到这3个月最后你就是收获美丽和成长，星星牌就在这里预告着所以在这3个月的发展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你会做回你自己的王位你要怎么样收获最美丽的自己，最完整的自己，也会在这3个月浮出水面。之前你没有那个勇气发展，近期这3个月会不断的鼓舞你，让你可以变得坦诚，让你可以做回自己的时候都不胆怯，让你可以面对自己喜欢热爱的事物的时候都可以把握住。你身边会有很多很美好的能量，以及呢在这副牌卡里面其实能量是非常的好它的象征意义就是说一种很积极性，那以及可以很稳定掌握很多事情的状态。那怎样子可以让你从怀疑变成掌握自己的状态，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突破，不是吗？那这样子的关键点就来自于说，你要回忆起原本你是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说话的，你是不是在这样子的社会经历当中逐渐的变得不一样呢？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是还是鼓励到你的。什么意思？从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见山还是山，这3个阶段它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你现在要迈入见山还是山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还是当初的那个我。那第1阶段跟第3阶段到底差异在哪里？而你为什么现在在第2阶段呢？他的意思是说，见山是山第1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感觉，就敢去闯，但是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可能回馈不是如我们所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退缩。现在的你可能有所退缩，不确定是不是可以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给别人展现。以前的自己是可以很大方的展现出来的，那所以你会从那种小孩子然后到很成熟的大人，不是吗？就是我们的权杖女王跟皇帝牌变成这种大人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成熟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产生呢？就来到我们第2阶段的一个关键的点，来自于说你会调节了，你面临这个收缩，这个收缩不是来让你品尝失败，并不是，而是要让你去跃升到第3个阶段，你会去调节这件事情，所以你已经能纵观全局了。你拥有的是一开始的你，因为现在要让你回忆起原本你一开始的模样，你一开始的自己是什么，所以你原本的条件就很好，你可以很知道事情所有的发展，这是你的能力。而现在呢，是你能判断这个能力什么时候拿出来用，要看人使用，或者是看事件去做配合。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调节，你可以拿回你自己的主动权，拿回你自己的选择权，你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样子对待别人，而不是别人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就要去配合其他人。但是这不意味着说你是一个很阿爸的状态，
不是，它不是说你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这种情形，不是，而是你从中找回你自己的魅力，因为你清楚怎样子做调节，你怎样子可以符合其他人想要的，但是又可以符合你想要的，然后让生活变得简单。这就是你的最大希望，不是吗？生活是简单的，生活是可以照着你的一个原则性走的，这样子你就是随心所欲的状态了。所以珍惜这个状态，珍惜曾经发生的一切。这些事情也许曾经是一个纠结，但是呢，它在这里面酝酿的已经开始产生不一样的淬炼出来。你最后为什么能变成见山还是山，做回自己的王座，变得成熟，也是因为过往的经历让你学会怎样子去战胜它，而不是被它打败，而不是说我自己要变得很收缩，可能什么事情都要去顾虑很多东西，因为外在需要我成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被变化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改变了。但是见山还是山，就来自于说我拿回我自己的力量，我要去改变这世界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好，第一张是信件、钥匙、太阳、小狗，很好，月亮。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也是非常好哦，你会感觉到很多有利于你的消息都跑出来了，那你的能量也变得很好。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会有一些浮动的，你需要在这些不断的浮动之下呢，稳定你的内心。那我会感觉到你同样有太阳去加持在你身上，那有一些很乐观的或者是很积极的一些讯息都会让你的频率稳定，或者是说你需要一些答案的时候，就好像有上天的帮忙自动的给予到你，它更多的是会让你去接轨更多新的可能性的人际，那以及说你现在遇到的人啊，都会用一种很好的方式，很明亮的色彩给予到你新的一个生活体验哦。所以你是可以去期待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同样的去用这种乐观积极的方式呢，去应对市局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月亮是会有变化性的，它也有阴影层面，或者是它有圆满的那一面，所以你在这样子圆满或者是阴影层面的时候，你是可以稳定自己的内心，并且得到其中的解答哦。你在任何的时候，我相信在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已经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处理得蛮完善了哦，所以你是可以危机处理相当应对得当的人。在这3个月啊，有很多好消息会前来，有帮助有利于你的讯息文件或者是事件都是蛮乐观的，以及你也需要用乐观的想法去看待，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你需要将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有利于你的，你就可以化险为夷，因为也没有危险啦。在第二副牌组，我们的确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这3个月都是发展，这3个月都是有帮助于你的，所以你就可以稳定你的心去战胜所有的事件，而且就会发现真的没有事情是大事，没有事情需要去困扰，因为你都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在每一次的一个事件产生的时候，你都会很顺利的把它披荆斩棘，然后渐渐的清理完毕。有些东西就是要让它代谢，你就很确定要让它代谢了。对，你会做好每一个决定，而且呢，总是会有帮助你的讯息讯号在你周围，然后有人为你解难，对，然后你的周围的朋友也会很积极，或是用很阳光的方式来去辅佐到你，给予你很正面的一些能量，给予你很正面的思想。
在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呢，是很不错的稳定发展，很明亮的色彩。那我们也去学习用一种相信自己的方式去看待每一次每一个来临的事件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来看我第2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呢？好，黑桃6，红心 J， 梅花5，方块8，梅花 J。 好，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呢，其实在于说你会渐渐的去跟自己的情绪共处，然后渐渐的去挥别掉你不需要的一种状态，你会意识到你自己可以执行的层面，那你也会将目光慢慢的放在你值得热爱的地方，那你真的会像我们刚才说的，或者是说第2副牌组的朋友要去把握这3个月，有很多幸运在你们身上加持着，那有很多小事件、小机会、小确幸，一些机遇都藏在一些你觉得可以不在意的地方，所以不要忽视这些小地方所带来的机会哦。这些幸运都来自于你的生活之中的小事件，那以及你遇到的人，他可能不是那种明面上的大老板，而是那种基层或者是你底下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其他还没发展性的人，你去整合这些人，或者是请他们来去跟你有一些思想碰撞的时候，你其实会获得很多新的机会，还有那些让你感觉到开心愉悦的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哦。就是你的机会来自于这些比较新兴人类，或是新初出茅庐的一些基层人员，对，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他也很年轻，但就是这一份年轻可以把一些事情给做出来，所以你跟一些人合作的时候，不用去看他的出身怎么样，他可能是会给你一些新的思维的，然后间接的帮助到你。所以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啊，其实是真的非常幸运，有很多金钱进账的可能性哦，那就不要忽视到这样子的机会。那以及呢，在未来3个月，也许在娱乐的场合可以遇见这些机会，这也是其中的讯息，来自于说可能在音乐性的一些交际的地方、交际的场合，这样子的话，你其实是要多去外面走动的，是可以把自己发展得更好，然后影响力也扩及出去，有一些对你有帮助的讯息都会前来，来自于可能你有出去交际哦，或者是说你没有放过每一分可以跟其他人交谈的机会，你有一些好的讯息的掌握是来自于你没想过的圈层的，对，所以是不同圈层的一些员工让你知道说你的机会来自于这些地方。好，那你就好好把握住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茶叶牌卡有什么讯息，在这3个月未来的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好，第1张是山丘，需要克服的障碍，需要你坚持下去，你会克服问题，你可以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好，又是一张太阳，象征快乐与幸福，而且啊，你会获得帮忙、协助与指导哦。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未来的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你在这一块呢，就是要相信你的直觉。其实你这段时间直觉会很清楚，对，然后会感觉到这3个月的发展啊，会让你感觉到浪漫、庆祝和派对是相当喜乐的状态。好，那在这3个月呢，在这3个月，它也会呈现身体或精神上的度假，你也需要给自己一个度假。好，里面有好消息的，
真诚的愿望会实现。好，那这就是全部的内容哦，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你们的能量其实是很好的，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去感受这些所带来给你的内容。也许在这3个月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尽量把一些想法呈现变成积极性，因为你把时间展开了之后，很难说这件事情对你是应该要难过还是应该要高兴的。议题总是两面的，不是吗？所以呢，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也可以在里面去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为什么？可能之前会觉得是失去，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其实它带给你的一个好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也是需要你能去看见的 OK 吗？所以你可以将很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把它收集起来，它最后会给你满满的收获和成长，去珍惜这一段旅程。 OK， 这就是我的全部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Hello， 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是这张指示牌卡哦。好，那我有先为你们抽一张神谕牌。那这张牌卡呢，是来给你一个讯息，来自于说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它的讯息会是什么，来让你拥有这个频率哦。那它是说你已经被指明方向了，可以张开双臂去欢迎这个状态哦。很特别的是说啊，这只手去勾住这个手，然后上面写说原谅他哦，但是原谅不是应该要松开吗？然后我们会看到这张牌卡上面其实也是手互相牵住的这个状况，可是最后要你张开双臂去释放掉事情。所以很酷的事情是说，这2张牌卡其实是很有关联性，而且它是周围充满色彩和亮光的哦。所以在于说你被指明了什么方向，你可以去挥别掉不属于你的能量，以及呢，你可以信任你的内在声音，欢迎你自己的一个道路吧。你所要前进的方向已经都是清晰，然后可以看清楚的状态了，所以你要信任你的内在声音哦。那这跟我们的原谅会有什么关联呢？有时候做法没有问题，重点都是在心态上面，所以你可以不原谅这个人，或是你不原谅这个事件，但是你的心态一定要放下来 OK 吗？不晓得我们第3副牌组理不理解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心态呢，是你不要困扰自己 OK 吗？但我们能接受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不纠结了，因为你的前路都是一片灿烂，然后很明朗化的。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都是秉持这样子的进行，积极的能量迎向阳光哦。你可以欢迎这样子的状态，张开双臂的去欢迎你被指明方向的这种状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哇，第一张就是星星牌卡。好，恋人牌。好，宝剑3。圣杯女王。好，女皇牌。宝剑3是逆位哦。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其实会是更往你内心的状态来去意识到的。你能不能滋养你的心，会是这件事情的主轴方向。以及呢，你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来自于说你真正热爱，你真正在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应该要去听从你内在的声音，听从你内在的指引，而且专注在自己的意志上面，
去无存菁的将自己的意志展现出来，你即将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好运与美满的收获。你未来的生活呢，会是丰盛、富足以及享受的，它会让你感觉到越来越滋润的感受。因此呢，你应该是要跟对频的人合作，去做你梦想已久的事情，然后逐渐的勇敢把自己曾经受的伤，把插在自己心中的剑呢，慢慢的拔除出来，好好的回到自己的内在，好好的滋养自己，把自己重新爱一遍，然后好好的对待你生活中应该要滋养的层面。你要好好爱自己，你要好好对待你的生活。因此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要让你意识到你要如何的更爱你自己，也代表说很多内在的一些小声音呢，其实会被你听得可能会更清晰，但是你会逐渐的让它放下。它是一个不容易的状态，这件事情它可以离你的感受会非常远，就像第三者一样，好好的冷静看清楚这个事情曾经如何发生，最后的你呢，可以赢回你自己的一个状态，你会迎向一种你很享受的生活，去感受这种美与幸福的美好象征哦。好，那再来就是说呢，在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它势必是跟一些你曾经的课题有相关联的，会让你去有所选择，有所抉择，然后剥除你不需要的。那在这样子去无存菁的状态底下呢，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因此你也正在不断的为自己做出宣告，向宇宙做出了宣告，说你不需要这些轮回了，你不再需要这样子的对待，或者是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的曾经的一个旧有的状态不停轮回下去了，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对，所以星星牌在这边哦，它很像从哪里倒水进去，又从哪里倒水出来，它是很清楚有些事情在这个池子是已经不再被需要的，上面的星星会祝福到他，可以让他更坦诚的面对自己。所以你有注意到吗？你是需要很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在星星牌卡跟恋人牌上面都是很坦诚的，而且呢都是有天使在祝福的，你们是有神灵在祝福着你们，去看着你们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很纠结啊，为什么是我现在发生这些事情，我到底可以怎么办？就会有一个情形是说，其实周围守护灵都在见证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你必然要去面对的事件，而且呢你也可以不在里面纠结。所以我会感觉到这个停损点吗，或者是这件事情的终止会来临，就是你不会在里面去纠结了，而是你会做回你自己，然后穿着的更华丽吗，或者是更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一个样貌。因为我们会知道女皇牌是穿着非常华丽的，然后她很享受有毯子，然后可以很照顾到自己，一个美丽的象征。圣杯女王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她也是很温柔，然后很有内在美、内在形象状态的人。所以你是内外兼具的美女，或者是帅哥，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养护的很好的情形。如何从没有穿衣服到你的衣着华丽的这种状态，来自于说你曾经可能有一些匮乏，有一些某部分的匮乏，但是无论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曾经让你纠结的情形，你最终都是可以重新意识到你可以怎么样执行，怎样子对自己好，怎样子爱自己的层面。所以在未来这3个月，你会意识到这一点，你会亲手把这些曾经的伤害修补起来，然后意识到你自己可以怎样再把你滋养回来。
你可以好好爱你自己，然后把这些内在的情形都好好的养护。那这也象征着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健康运会提升，有一些魅力值也会回来，你的能量场会俱全，你会把你的运气找回来。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刚才就讲神灵还有守护灵天使都在你的周围去看顾你了，所以这件事情它会见证你是如何让自己更强大更强壮。那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新生，迎接你的生活。在这里真的是很神奇耶，就是说我们把手勾在一起曾经是一个纠结的情况，手勾在一起是一个纠结，握在一起是纠结，但是最后敞开双手，然后去迎接一个你被指明方向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其实周围的人，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都会帮助到你，你有一些讯息都来自于你的生活当中，就像我刚才说的，守护灵和天使都在帮忙到你，所以你要积极的去聆听周围的可能性，不要纠结在你曾经受过的伤，你可以好好的去意识到如何真实的爱自己，就是活在当下哦。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圣杯骑士。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好，权杖国王，力量牌，哇，又是一张恋人牌。好，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部分朋友是跟情感关系有关的。那你会在这样子情感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会彻底的找回到你自己，找回到你如何的善待你自己。所以有些朋友在这样子的情感关系曾经迷失过，曾经一直在付出，或者是说你迷失，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出选择，你希望自己可以在往一个期待情感可以跟自己的价值观合而为一的情形方面去前进的，所以在这一条路上真的走得有点艰辛哦。但是呢，会感觉到未来的你会主动拆解这样子的状态，以及呢，你会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一条路，这个发展与突破呢，势必是要让你重新的意识到你自己要怎么样子去重建你自己，你这些情绪如何做一个更深层的疗愈。那在这里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即将会让你重新爱护你自己哦，这是之前的一个讯息。在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要特别注意，可能是在你的情感真的是很丰沛，你会遇到一个对象是相对对你很温柔体贴，然后很行动力的。部分朋友是不止一个人追求哦，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可能会让你感觉到难以去抉择的局面。你在这样子的情形呢，有部分朋友也是面临说分手断联，或者是在情感上面有很多要去面对的议题，对，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是要让你明白说，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当你给自己的爱足够的时候啊，你就会渐渐放下对其他人的一个期待。你在这样子的感情上面，也许曾经有患得患失，或者是有一些起伏的感受。那在未来这3个月，你会渐渐的将很多困难去摒除在外。那如果这个牌卡是在讲事业上面的话呢，它比较是在于说，你在未来这3个月会遇到很合适的人来去将你的一些事情事业版图给扩大。这个事业呢，是大家都很积极性，而且富有一些建设性，可以引领你到一个更好状态的
情形哦。虽然这一段过程它不是那么的快速，它是有一点让你感觉到很多事件要去处理，或者是它要缓缓徐徐图之的，所以你会感受到其实大家用很稳定的速度来去前进哦。但是呢，里面3个月的发展呢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你会遇到一个更对平的对象，让你可以去把很多的障碍给克服，你可以克服很多的障碍，并且将自己的一些枷锁给松绑哦。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一个家，然后建立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情形。对，因为像刚才的上一副牌卡就是有呈现这样子的能量，也因此呢，你是可以创造自己美满生活价值的人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钱币8，宝剑1。我们第3副牌组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好，宝剑骑士，星星牌，又一张星星牌哦。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钱币1，好，我们看到牌底会是我们权杖9，然后宝剑国王，节制牌，战车牌。所以其实在未来3个月势必有很多事情是要让你去抉择的，然后有一些选择是很立即要让你去面对哦。那以及呢，这些事情虽然事件会有点慢的进行，但是你遇到的抉择都是要你很快的去做决定。我会感觉到未来3个月的发展呢，其实是很多值得期待的。你其实一直在往你所想要的梦想前进，只是说它里面所来临的一个情绪浪潮，可能是让你会要去消化的。所以在这一块，你可以更放下你的没安全感，你的不安，来去迎战这些可能，因为你所拥有的能力是很多的，是你以为你曾经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是你已经具备的。对，所以你已经准备好可以去迎接这样子的状态哦。所以会感觉到未来这3个月的确有很多新的可能性，新的事件会来临，也有那种你需要去把握住的机会，通通都在这3个月需要你不断的愿意尝试变化。如果你可以用更开放的心的话，那这个力量牌就会很快的来临，让宇宙知道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可以迅速的决定，然后快速决定，缓慢的退场哦。所以一旦你决定好，你就不要留恋。那这一张牌啊，我们的宝剑1也象征一种很快速的切断，很快速的断舍离，明智的意识到你可以怎样把握住这样子的想法。所以真的是你会带上这个宝剑，所向披靡的去将你想完成的事情完成好，他也在鼓励你可以做得到。那你要信任你已经具备很多能力了，无论是在人际处理的方面，还是在事业上面的一个状态，你即将面临的这些挑战呢，都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你会觉得说有些事情是需要你去调节的，因为宇宙希望你可以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弱小，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他其实最后一张才给你一个钱币1哦，是代表说他想要给你很多机会，很多金钱。他不希望你是那种很辛苦累积的，无论是在情感上面、人际上面，还是真的实质上面的物质，他其实都要给你机会。但是你曾经不觉得你准备好哦，可以给自己一个喘息，然后意识到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我会感觉到这3个月你会有所突破，这个突破就是心境上面的一个大转变。当你愿意信任你自己，更相信自己不是那么的弱小的之后呢，你就可以承接更多的能力了。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一些困难来临，那些困难都在你身后了，你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困难，而是你真的想要去调节的部分，而且你会走得很好哦，你会做得很好，所以大胆的决定全部的事情，一切梦想它不会只是梦想，它会显化出来。所以这也意味着这副牌卡要告诉你说，你的想法其实正在路上显化给你看了，它要化为物质层面，让你知道，无论是要来临的恋人、合适的对象，或是来临的贵人，还是显化成为物质层面的美好，你可以去享受的这一块，那你要意识到你有没有准备好。对，的确像我们不是都会说在 YouTube 底下然后写说我接到好运吗？为什么要写这样子的话？就是来去做出一个宣告，说我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去接受这些好运了。所以你已经被指明方向了哦，去敞开你的心智，我觉得是把心胸打开。这张牌卡只是牌卡哦，其实就是说，当你的心胸打开去迎接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美好已经在为你铺路了，成功之路就在这条路上了。对，所以你的梦想都会被显化出来，你有很多美好的点子，还有很多很好的机会都在你生活周围即将要显化出来了。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一段时间哦，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说怎么那么多事情一连串的来临，都是在考验你。那你可以用更敞开，然后用爱的流动，让整件事情很轻易的被解决。对，不要纠结在那里 OK 吗？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手去纠缠住了，你可以打开你的手，去拥抱新的色彩，拥抱新的生活，新的能量，好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女士，十字架，送子鸟，百合花，月亮牌。好，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们也许在某些传统的架构是有一些很执着层面的状态哦，在未来3个月啊，你会慢慢的脱离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后一张是送子鸟，我们就会意识到你就像这个送子鸟展翅飞翔了，然后飞去你真正觉得芬芳的地方，也意味着你会有一些进阶哦。那在这样子的状态，可能在这3个月，某个女性对于你而言是蛮重要，它可能是你的一个课题，或者是一个两性议题是你的课题，你是需要从某种思维架构给脱离的，不再服务这样子的2元思考，而是用更接受的想法来去注入一个新的意念，意识到说自己可以不纠结。所以在这3个月的一个发展与突破呢，它其实象征着神的祝福，因为我们十字架也代表一个宗教意味，那它也代表说你这件事情是可以用更大爱的思考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它是有一个神圣的状态在里面的。所以也意味着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呢，你在这3个月的发展其实是无论是意识层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意志力和意识层面转换的非常的越深晋升了，你会从根本的改善你的这个质地，迎来的是你未来的一个芬芳哦。有些朋友会在这3个月的情感发展会真的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对象，那让你心情稳定，让你觉得平安，让你觉得幸福哦。在这个层面，他还是有在提醒第3副牌组的朋友，意识到你心境上面的变化，情绪上面的变化，你要真正照顾的是你自己，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一旦你可以意识到你自己的可能阴影层面还有美好那一面，你都可以去接受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上天和宇宙给你的祝福哦。你是可以晋升的更高位阶的，那以及说你会不断的提升，步步高升的一个
状态。那我们第三副牌组如果是事业的方向的话，它这个包含是说在这未来是3个月，也许有一些课题会在这个公司产生，也许是跟女性的一个工作者有关联，那他会在这样子的工作上面给你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因为这个推动力也许是你看起来是痛苦的状态，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推动力让你可以被注意到，让你的芬芳可以被察觉到，所以你在这3个月后呢，会让自己意识到你的发展其实是可以更彰显出来，以及被别人所注意到的。你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不那么的轻松，也就是这个不轻松，你在处理这些困难的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轻易的被其他人注意到，其他人是很赏识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的前景是一片美好哦。你可以发挥出你的一种光彩，以及你会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一个形象，你真正的一战成名就会在这3个月产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呢？好，第1张是梅花五。我们第3副牌组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很好哦，红心 J、 梅花 J、 方块2。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好，梅花4。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啊，牌卡要提醒到你的是说，不要忘记你本身的优势，其实你具备很多优势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只要你基于你本身这个优势，就可以将你的事情去发展出来。原来为什么一直提醒你爱自己，是因为你真的值得很多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宇宙和天使守护灵都在你身边，是因为他要让你明白你真的具备好了，但是你的心念要去变化，你要去爱你自己，你要意识到你拥有很多，你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出你本身的魅力和本身的质地哦。你可以将美好的资源、美好的能量去传递到更多人手中。这副牌卡跟感情议题是很相关的，的确会有很浓烈情感的产生，以及会遇到很合适的异性，很好的很对频的对象。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形当中，会希望你把自己也整理好，因为这一次的感情会让你很深刻。对，如果你将你自己整理好的话，其实这一段会是一个良缘哦。以及呢，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我觉得是把你自己找回来的一个过程。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对象，但是有这个对象去爱你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获得满足。牌卡在这边真的是要提醒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如何让自己本身获得满足，因为你本自具足哦。我们第3副牌组本身是很优渥，然后很美满的状态的，所以你不需要其他人去圆满你，你本身就可以很圆满你自己哦。那在未来3个月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消息进来，那也有朋友来送礼，就是送你花，送你礼品，然后去照顾你都有，然后以及呢，就是有很不错的对象会来服务你哦。那以及说在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它需要你把自己的定位去确定。如果是在工作方面的话呢，你要好好的坚持住自己的一个状态，在小事情都要做好，以及一些文件签署都要特别注意。其实你本身可以很细心，把事情都可以有条理的做完的话，在这3个月你就可以跃升一个新的阶层，仅仅只是做你平时做的事情哦。在未来这3个月啊，你会获得一个晋升的机会，或者是有升官加薪的一个机会，那或者是有其他的消息进入。有部分朋友，少数朋友可能是
得到某些消息呢，它不见得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这是好消息，可是它的好消息的催化会是之后你感受到原来这才是你要去的一个地点。这个波折啊是一个蛮神奇的状态，你要张开双手的去迎接它，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点明你的方向。这个讯息是来自这个的，就是说生活之中每一件事情，你可能在那个当下或许还不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产生的，也许你会用一种悲观思维去看待说，也许在这一段时间你是缺少的，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一个状况会体现在这3个月之中。你要看下去，然后你要意识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美好，很多机会在你周围，你要把握住。那或者是说停止你沉浸在悲观思维的情绪当中，因为还没有，这不是你的全貌，你要用更高思维去看待，你就会发现原来生命在给你礼物，或者是好多守护灵，或者是其他人在给你一些新的礼物和新的见解，你都可以得到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茶叶牌卡。我们来看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会是什么？好，其实啊，又是星星牌，对，星星牌3张了，保证成功哦。你所想的就是心想事成，4叶草吉利好运，你要去看见你其实很幸运，很多化险为夷或者是很美满的事情产生。那以及我们刚才也有讲，幸运就在这里啊，幸运女神然后她发钱给你，所以有生命中真的很多机会。第3副牌组的能量也是不差的哦，就保证成功。所以你要意识到，你要保持你生活的平衡。有些想法或者是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也许不是你自己产生的，而是你是高敏感族群，所以会有一些心境上面的被影响，所以你要去意识到这一点，去保持你生活之中的平衡哦。对，我们第3副牌组也有收到需要帮忙协助和指导，你要去跟人家请求协助，大家都很愿意帮忙你哦。对，你也会获得某种努力的胜利。需要跟女人打交道或建立关系，的确在这一段时间又是一张成功其实在未来这3个月的发展与突破，它的确会让你得到美满，得到成功的，所以要坚持下去哦。有些感受啊，在这3个月会特别的强烈，有部分朋友是感情上面的状态，那有部分朋友真的是在这种波动啊，大家外界的一个情绪波动，自己受到影响，你需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哦。这是一个身体和精神上面的一段旅程。也抽到针线哦，真诚的愿望将会实现。对，所以你们会获得成功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容易哦，感应到有点不容易，因为一开始就抽到原谅嘛，或者是说你其实已经被指明方向，很多事情都越来越好，所以我会感觉到你们的一个频率啊，有一种上上下下的浮动，但是也就是这种浮动，你们会越来越稳定，你们会越来越知道你们要怎么去抉择，怎么样子选择对自己好的，来去做一个平衡哦。不是说哪一边特别好就是很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成功，我们是为了追求平静。因为一旦我们平静，我们的选择才会是符合我们心中的意志的。对，我们不会被其他为了要成功，然后去被他所带偏。OK 吗？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绪底下，是要去开始稳定自己的内心，达到一个平静。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要去好好稳定这一块。也许在这3个月有很多新的事件发生，那你的情绪可能有一些波动，但是呢，你过完这个身体和精神上的旅程的时候，你会明白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第3副牌组需要有一些智慧，然后需要有一些也许是身心灵带来的一个方法，
让你可以回归到自己的内在，然后让你可以抉择到一个好的方式。里面的一个方式其实刚才有提示了，就是找回爱自己的方法。找回爱自己的方法，你就不会为了别人或者因为某些事件你脱离了自己，所以里面也有忠于自己的讯息哦。那这就是要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所有讯息，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有帮助哦。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